所以這個漫步者 MR5BT 監聽音箱，它不是在堆功能，也不是參數好看，它的聲音來自結構，來自設計，來自工程邏輯的本身。在這個價位，它不是性價比，是越級表現。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上期我們用實錄的方式聽完了這對3分屏監聽音箱的真實表現。800元價位，它靠聲音贏得尊重，但聲音只是結果，真相還在這個箱子裡面啊！這一期我們要把 MR5BT 徹底的拆開，看看它的實力是不是建立在真實的架構之上。從電源到功放，從分頻到聲學腔體，我們一層層驗證，去看這台音箱為什麼能做到穩定、克制、乾淨的聲音。結構、用料、電路、散熱一樣都不會放過。我們現在就開始拆解，看看這個漫步者 MR5BT 的內部世界。音箱拆解有丟失保修的風險，請大家不要模仿啊！我們先從主箱開始進行拆解。前置功能和音量旋钮，前面板已經撬開，這裡有線材把它拉住的。我們還要拆掉後面這一塊功放板，一共用的8顆內六角螺絲。卸了螺絲以後，我們就可以打開這個功放板，內部都是線束連着的。拿出功放板，內部的布局比我們想象的要複雜得多啊。音箱的2個側邊低音出音孔，5寸低音喇叭是靠底部6顆螺絲進行固定的。卸掉螺絲以後，拿出內部的5寸低音單元，白色的為吸音棉，低音單元装在這一個锥形擴散支架上面。卸掉支架上面的螺絲，螺絲卸掉以後，我們就可以分開這個喇叭和這一個锥形擴散結構。這個是一體注塑成型的，底部還分布了加強筋，這個是闭門共振必須設計的。音箱的開關電源放置在這個角落，然後中音單元這裡還有一個盒子，我們要把它卸下來。這個盒子就是給中音單元單獨使用的，內部還有吸音棉，旁邊還貼了一圈緩震的海綿，盒子的厚度還是挺厚的。同時，這個開關電源也裝在这個盒子的底部。卸掉固定螺絲，拿出開關電源本體。我們現在就可以取出前面罩，面罩的做工細節非常的厚實，內部布滿了加強筋。前部的控制板卸掉固定的2顆螺絲，排線位置有加厚的泡棉進行保護，耳機接口和 AUX 对路線接口上面打膠固定，高音單元和中音單元我們也把它卸下來。高音單元底部還有一個吸音棉，絲膜球頂高音。這個是音箱的中音單元，撬開音箱的倒向孔，非常的厚實，倒向孔內壁也是很光滑。箱體內部設置有加強筋，副箱背板一共有10個螺絲進行固定。先把這個倒向孔給它撬出來，卸掉螺絲，打開這個後背板，3組喇叭線安裝在這個接線柱上面，全部都打有紅膠啊，進行固定，防止鬆脫。副箱的後背板，副箱的条形低音擴散孔，低音喇叭和锥形擴散单元。卸掉螺絲，拿出5寸的低音单元。同樣的，它的中音腔体也是单獨的。我們卸掉螺絲就可以把它拿出来。同樣的，布有吸音棉，倒向孔底部的吸音棉。副箱前面罩做工跟主箱是一樣的啊，2個音箱底部的锥形的硅膠緩震墊，這個也算是一種聲學設計。副箱的中音單元，副箱的絲膜球頂高音，整個箱體的做工很扎實的。箱體側板的厚度，我們從這邊可以量到，側板厚度為12毫米，內部加強筋的厚度18毫米，音箱前帐板的厚度同樣是18毫米。這個是副箱的背板，厚度為12毫米，這個箱體的扎實程度確實是沒話說的。
卸掉所有的螺絲，拿出這個 M25BT 的核心主板。主板一共由2片板子構成，這個副板是通過排針連接到主板上面，2組平衡接口上面都有厚厚的泡棉進行隔離啊。這就是這個 M25BT 的最核心的組件啊，我們留在後面來介紹。拆開這一台 M25BT 後，可以確定一點，這對箱子在聲學架構上面的投入和它800塊錢的售價是明顯不成正比的。先看整體的防共振思路，箱體所有能擰螺絲的結構件，螺絲下面全部墊了泡棉做緩衝，每一根連接線都纏了海綿做減震，線束在箱體裡面也是全部扎緊，避免在線路板和箱體之間的亂晃。這些小動作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盡量把多餘的機械聲和結構共振壓下去。中音部分是單獨的一個腔體，內部採用的是3毫米厚的 ABS 白色的塑料，內部鋪了吸音棉，四周做成曲面結構。加厚是為了提高剛性，曲面結構是為了打散駐波，吸音棉則是負責把殘餘反射全部吸收掉。這一套組合的好處主要是把人聲和中頻信息全部關在一個乾淨的小房間裡，減少和低頻主腔互相污染。低頻這邊用的是一體注塑的低頻擴散結構，內壁的厚度同樣是3毫米，底部和四周全部都加了加強筋，這相當於給5寸第一單元配了一個高強度的導波艙，保證結構強度的同時，把低頻的能量通過擴散路徑和這個橢圓形的導向孔導出來。這些加強筋負責的是抑制自身的振動，避免在大動態時跟着低音一起抖。箱體的本體用料也比較實在，前掌板的厚度用到18毫米，箱體的側板和背板都是12毫米厚的板子，兩個側板中間還有一根18毫米厚的橫向加強梁，這相當於在箱體中間加了一道橫梁，在提高聲壓和大动態場景下可以壓低箱體自身的振動和嗡嗡聲。內部的吸音布置也是有針對性，主箱體內部鋪設的吸音棉，兩個導向管的底部同樣是墊了厚厚的吸音棉。主箱體內部的吸音棉負責處理中高頻駐波，而導向孔底部的吸音棉是防止高速氣流和箱內反射在導向管處形成噪聲和毛刺，降低風撲感，讓低頻聽起來乾淨、邊界清晰，而不是一團模糊的氣流聲。把這些細節全部放在一起看，你會發現 M25BT 的聲學設計是有完整思路的。從螺絲、線束這些微小的細節，到中音的獨立音腔、低頻擴散結構，再到箱體的板厚和加強梁，目的是統一的，盡量減少箱體和結構帶來的額外聲音，讓單元和分頻去發聲。正是因為這套聲學基礎打得比較扎實，我們才能聽到清晰穩定的聲響、乾淨的中頻，以及高聲壓下依然不散架的低頻控制力。800塊錢的價位，能把這個聲學結構做到這個程度，基本可以給一個評價。這不是玩票的3分評，而是認真幹活的3分評。
接下來進入這台漫步者 M25BT 的核心電路及元器件解析。我們按照整機的供電鏈路、前級電路、音頻處理、三分頻，再到功放輸出，一路從外到裡講清楚它的底層邏輯。首先是外置電源 ，M25BT 使用的是台灣通家科技的60瓦開關電源方案，主控芯片採用的是 LD7750RGR。這套方案在線路安全和紋波控制上是比較成熟的路線。前置 EMI 端的配置也是非常完整，塑封曼荣保險絲負責短路保護，黑色 NTC 熱敏電阻抑制上電浪湧，再加上2級共膜電感加2顆黃顏色的安規 X2 電容，把高頻干擾壓在電源端就地處理掉，避免串入後級音頻。次級採用肖特基整流，輸出濾波總容量3000微法，後端再加1顆共膜電感，進一步抑制紋波，並且專門做了接地線到外殼屏蔽層，降低底噪與電磁耦合。第二部分就是功放板供電2級 DC 降壓，主電壓進入功放板後，首先由北京新洲科技 SCT2331做開關降壓，配合10微亨電感形成第一層穩壓結構。這一級負責效率，把主電壓先降到中間電壓。第二層有2顆美台半導體的 AZ1117 LDO 輸出 3.3 伏，線性穩壓的紋波極低，專門供給2顆對乾淨電源極度敏感的芯片，音箱的藍牙主控及音頻 ADC。這樣2級降壓的意義很簡單，但是也很關鍵。第三部分音頻處理與前級系統，藍牙部分由珠海捷底科技的 JL7016C 負責解碼與數字控制，來自 AUX RCA 平衡輸入的模擬信號則會進入德州儀器的 PCM1808 做 ADC， 讓所有的輸入源在數字域統一管理。在模擬前級部分 ，M25BT 一共使用了5顆德州儀器的 OPA1678 雙運放，在這個價位非常罕見。它們的作用如下：第一顆運放用於卡隆平衡輸入緩衝，第二顆用於 6.5 毫米平衡輸入口緩衝，第3至5顆則是用於高中低3路模擬分頻電頻管理前級驅動。這是一套貨真價實的主動3分頻全模擬分頻系統，相位自然，延遲極低，3頻銜接順滑，也是咱們在試聽篇裡面聽到的聲相穩、人聲準、3頻不割裂的根本原因。第四部分3路獨立功放系統 ，M25BT 的功放部分也是按頻段定向選擇的。低頻功放，蘇州智勝半導體的 ACM8625P， 大電流輸出，推力強，控制力好，非常適合5寸長冲程低音。低頻穩緊不散就是它的特點。中頻功放德州儀器 TAS5802， 中頻需要乾淨密度足，這顆芯片的底噪低，線性好，剛好吻合 M25BT 的人聲表現。高頻功放跟中頻功放是一模一樣的型號，德州儀器 TAS5802， 高頻需要空氣感和細膩度， TAS5802 的失真控制非常優秀，能把高頻做到亮耳不刺。低、中、高各用獨立的功放，這就是 M25BT 能保證3頻互不牽扯的物理基礎。整體來看 ，M25BT 這套電路並不是為了省成本，而是典型的監聽型架構。乾淨的供電，完整的前級，真正的3分頻3路獨立的功放，在這個價位段，這種配置屬於越級使用，是實打實的工程實力，而不是宣傳話術。咱們的視頻到這裡，試聽篇聽到的那些結論，在拆解篇裡我們已經全部找到答案了。前面試聽篇實錄片段裡面聽到的聲相穩、人聲準、低頻緊、高頻不飄，當時只是聽感表現。現在拆解完成，你會發現 M25BT 並不是靠調音在對效果，而是靠底層的結構在保證穩定性。咱們測試高碼率的藍牙時和有線的無損差異很小，背景很乾淨，你可能以為是音源好，線路短。事實上是整機內部的電源布線、腔體的減震全都在為乾淨服務，螺絲和線束全部都做緩震處理，中音獨立腔體和加厚的阻尼結構，低頻擴散艙，還有箱體的18毫米前振板，讓它在大聲壓場景下依然不飄、不嗡、不炸香。咱們試聽渡口、傳歌，遙遠的踏實，人聲口型站得穩，密度高，沒有廉價監聽常見的毛邊。當時你可能覺得是分頻做得好，拆開後我們就會發現箱體的本身就是聲學鍵，駐波、反射、共振全部都提前處理掉，中頻乾淨不是調出來的，是結構本身就很乾淨。再看低頻，在狩獵電影片段裡面，在中低音段落裡
聽到的是乾淨有力不脫尾的低頻，不是因為它的低頻誇張，而是因為箱體的剛性、擴散艙、倒向孔、吸音分區配合得非常穩定，讓這支5寸低音單元只負責發聲音，而不是帶着箱子一起唱。所有試聽片裡面的聽感表現穩定、乾淨、耐聽不亂，拆解片裡全部都有工程級的解釋。這也就是為什麼 MR5BT 在咱們實錄裡不像800塊錢的聲音。所以這個漫步者 MR5BT 監聽音箱，它不是在堆功能，也不是參數好看，它的聲音來自結構，來自設計，來自工程邏輯的本身。在這個價位，它不是性價比，是越級表現。測試為了了解，才是為真相，認真測猜，客觀輸出。我是李火車哉，非常感謝各位老鐵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有你們的陪伴，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動力。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咱們下期視頻再見。